Hello Hello， 胖妮儿来喽！胖妮继续讲知否，喜欢知否系列的小主，辛苦多给影片点赞，订阅胖妮，更新不迷路。在封建社会，关于嫡庶这件事是非常看重的。在电视剧《知否》中提及嫡庶之分的内容很多，为什么当时的社会对于庶出的子女普遍没有好印象呢？因为庶出子女的亲娘是大户人家的小妾，既是小妾，普遍空有美貌，没接受过什么好的教育，而教育使人明辨是非，知书达理。与此同时，嫡出大娘子出身一般不差，这样的女子从小就是被当成大娘子培养的。她们和那些准备给人当妾的女子成长的方向不同，学的技能也不同，而出嫁之后，在一个家庭中分工的不同，又会加重她们对于自己角色的认同。这就导致一个合格的大娘子考虑事情必是以整个家庭甚至家族的利益为出发点，而一个合格的小妾只需要为自己打算，讨主君的欢心就可以了。墨兰和梁六郎事发之后，大娘子即便未抓住了林七阁的把柄而兴奋，也不忘吩咐把事发现场死守住，不能向外透露一点风声。林噙霜则为了女儿能够高嫁，将圣府的荣辱丝毫不放在心上，故意散播女儿不检点的消息，以对主君和老太太施压。两人相比，高下立见。所以很多人看过这部剧说，大娘子虽然智商情商都不高，3个孩子倒是个个优秀，这莫不是傻人有傻福吗？还真不是。实际上，父母是子女的榜样，大娘子不管做事的方式方法有多可笑，她的格局终究是大娘子的格局，而这种大格局会给子女以影响。说到这里，我们再来谈下上一篇提到的魏小娘。魏小娘这个人，胖妮本人对她是充满怜惜的，在这深宅大院里，她也算是一个能够坚守自己不染凡尘的仙女般的存在，但是她的格局依然是妾室的格局，她所谓的守拙也不过是保全自己，至于盛家怎么样，甚至主君怎么样，她无能为力，也不想去管。而剧中的魏小娘终究连保全自己也没做到，没做到的原因和她的出身关系也很大。作为现代女性，我们都知道，怀孕胎稳之后不能一味补充营养，不运动，这容易导致妊娠期高血压、妊娠期糖尿病以及生产时的难产等不良后果。古代女子不会上网，没有手机，怀孕之前更没有机会接触郎中好好问问，这些宝贵的妇科生产方面的知识都是大户人家里一代一代传下去的。魏小娘没有强大的娘家做依靠，也没有人告诉她这些常识，所以才会着了林小娘的道，到死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被害的。如果魏小娘作为明兰的抚养者，把她从小养到大，恐怕不能把明兰养得像剧中一样优秀。且不说明兰很难接触到马球这种堪比现代社会的高尔夫一样的高级运动项目，很难争取到临时管家的全力历练自己将来作为大娘子的基本技能，但是平安长大不自卑已经很不容易了。而知否中的明兰之所以能够成为明兰，一个庶女之所以能够小小年纪成为侯府大娘子，是诸多偶然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首先，她本性聪慧，其次，魏小娘给了她最基本的对真善美的认知，最重要的是祖母给了她比嫡女更优质的教育。这样看来，古代嫡庶之说还是有些道理的。但即便在封建社会严格遵循嫡庶之分来辨识人，也是偷懒的做法，是愚者的选择。剧中的伯爵大娘子都懂得这个道理，同样是庶女，她看不上墨兰，却把明兰视为宝贝，因为她看人用的不是眼，而是心。再者，就算父亲配享太庙，也没能阻挡康姨妈在作死的路上渐行渐远。即便生母是妾，《红楼梦》中的贾探春依然像一朵带刺玫瑰一样耀眼。到了现代社会，9年义务教育一普及，孩子们除了接受原生家庭教育之外，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触大世界，接受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甚至在成家立业前有几年甚至10几年时间脱离原生家庭，独自完成成长。若再以出身来评价一个人，信奉娶妻看院那一套，就简直比封建社会的婆子还不如了。好了，
本期的影片就到这里，喜欢胖妮，辛苦给影片点赞，订阅胖妮，下期更精彩。